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魏文清。2024年8月15日，香港海洋公园的大熊猫莹莹诞下一对龙凤胎宝宝佳佳、德德、乐乐、莹莹荣升父母。同年9月26日，中央赠予香港一对新熊猫安安、可可。自2024年，香港大熊猫数量达到6只，使香港成为中国大陆以外有最多大熊猫定居的地方。那么过去曾有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有6只熊猫或以上吗？是的。在之前的主题国里大熊猫和我们都叫做英英里，我们都聊过贝贝、莹莹家族。1975年9月10日，大熊猫贝贝、莹莹作为国礼被赠予墨西哥，定居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。1980至1987年，贝贝、莹莹夫妇诞下5胎7仔，成活4仔，叫做朵薇、亮亮、秀华、双双。1987年6月15日，双双出生，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大熊猫数量达到6只。1988年7月20日，贝贝离世。同年11月30日，伦敦动物园的佳佳外借至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。1989年1月29日，莹莹离世。1990年7月1日，朵薇诞下女儿欣欣，其父亲是佳佳。1991年10月13日，佳佳在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离世，园里的大熊猫数量降回5只。小结一下，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最多同时有6只大熊猫居住在那里，年份是1987至1991年，当中大部分时间都有6只大熊猫居住在该动物园。1993至2022年，朵薇、亮亮、秀华、双双先后去了潘达星。现时只有1只大熊猫，就是欣欣，居住在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。在同父同母的多兄弟姐妹和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主题里，我们介绍过洋洋、伦伦一家9口。1999年11月5日，成都基地的洋洋、伦伦出差至亚特兰大动物园。2006至2016年，洋洋、伦伦诞下5胎7仔，全部成活，叫做美兰、喜兰、阿宝、美伦、美焕、雅伦、喜伦。2013年7月15日，双胞胎美伦、美焕出生，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数量达到6只。2014年5月15日，喜兰、阿宝回到成都基地，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数量降回4只。2016年9月3日，双胞胎雅伦、喜伦出生，园里的大熊猫数量再次达到6只。同年11月5日，美伦、美焕回到成都基地，园里的大熊猫数量降回4只。小结一下，亚特兰大动物园最多同时有6只大熊猫居住在那里，年份分别是2013至2014年10个月，以及2016年2个月。2024年10月13日，洋洋、伦伦结束25年的旅美生活，带着双胞胎女儿雅伦、喜伦一起回到成都基地。2026年4月24日消息，平平、福双将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，开启新一轮的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，为期10年。不过平平、福双至今尚未出发，所以目前暂无大熊猫居住在亚特兰大动物园。在同父同母的多兄弟姐妹和邦家族编年史主题里，我们都聊过这个海外最大的大熊猫家族邦家族。1994年9月6日，成都基地的永明、荣邦前往日本和歌山白滨野生动物园，又名冒险世界，开展旅居生活。1997年7月17日，荣邦逝世，永明独居在冒险世界。2000年7月7日，成都基地的梅梅配种后前往冒险世界，与永明一起生活。同年9月6日，梅梅诞下女儿梁邦，其父亲是哈兰。
2001至2006年，有名美美组合诞下4胎8仔，成活6仔，叫做熊帮、龙帮、秋帮、杏帮、民帮、爱帮。2008年10月15日，美美病逝，繁育工作由女儿梁帮接棒。2008至2020年，有名梁帮组合孕育了7胎11仔，成活10仔，叫做梅帮、永帮、海帮、杨帮、丢帮、英帮、陶帮、杰帮、彩帮、风帮。2003年9月8日，双胞胎龙帮、秋帮出生，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数量达到6只。2006年12月23日，双胞胎明帮、爱帮出生，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数量更上一层楼，达到8只。不过这还不算最高峰。2012年8月10日，幼帮出生，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数量达到9只。直至同年12月14日，双胞胎明帮、爱帮回到成都基地，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数量降回7只。小结一下，冒险世界最多同时有9只大熊猫居住在那里，年份是2012年，历时4个月。2003至2022年，冒险世界有大熊猫出生、死亡或回到成都基地，但20年里的绝大部分时间，冒险世界的大熊猫数量都维持在6只或以上。2023年2月22日，有名结束29年的旅日生活，带着双胞胎女儿英帮、陶帮回到成都基地。2025年6月28日，冒险世界的最后一批大熊猫梁帮、杰帮、彩帮、风帮回到成都基地，因此目前并无大熊猫居住在冒险世界。能在中国大陆以外饲养6只大熊猫或以上，现在知道香港是多么了不起吧？很开心，香港的大熊猫是属于香港的，不用送回中国内地。香港海洋公园目前有6只大熊猫，此数量已维持了22个月，2024年至今，时间上已超过了亚特兰大动物园的记录，共12个月。至于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记录，香港海洋公园已追平大熊猫数量，但维持时间还不及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4年4个月。如果要打破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记录，要么在时间上超越它，要么在数量上超过，又或者两者皆超过。说真的，大魔王冒险世界的记录是有点难打破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一步一步来，先挑战查普尔特佩克动物园的记录吧。乐乐、莹莹、佳佳、德德、安安、可可，香港海洋公园团队加油！最后还想多说几句，同父同母的多兄弟姐妹主题，为什么把上榜门槛定在6呢？这一来是以重庆动物园的66大顺姊妹花为标准，二来就是如果5兄弟姊妹就能上榜，那么上榜名单就会很长。这次的主题也把上榜门槛定在6，这是因为香港现在有6只大熊猫，而且如果5只大熊猫就能上榜，那么上榜名单就会太长了。6真是一个神奇的数字呢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麻烦按赞、订阅、留言加分享，你的互动会令影片更易被推荐，被更多观众看到。感谢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